你可能有听说，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非常复杂的，这完全正确。保险主要是保障当有大医疗行为发生时，你会有保险帮你给付。至于小病，通常还是自己负担的。如果没有合适的保险，当你有需要医疗行为的时候，这时候的花费可能会超过你一部车，甚至一栋房子的钱。记得以前当时我们在第一次要选医疗保险的时候，哦，真是不知所措，拿到一大堆资料，根本都搞不清楚状况。那时候也没有 YouTube 可以看，所以希望借由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跟认知。我来解释一些基本的概念。听完了这个影片之后，你对美国医疗保险系统就会有一个架构上的认识。有了这些基本概念，当你要选保险而拿到一大叠的资料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看得不飒飒了。欢迎来到 Embar Channel，我是住在美国40年的 Lisa。美国的医疗保险有很多种类，其中一种最令人诟病的就是 HMO（Health Management Organization）。HMO 的理念是由一位主治医生来决定你需要哪些医疗行为。因为他是医生，有医疗方面的专门知识，所以他了解哪些是有科学证据可以治疗你的疾病的，控制住医疗费用，且不浪费医疗资源。因此，在 HMO 里面，你的主治医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你有任何医疗需求，都得先找这位主治医生，由他来判断你需要什么医疗行为。例如说，你是不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，或者是说你需不需要去看专科医生？主治医生有可能是家庭科医生，或内科医生，或妇产科医生，或小儿科医生。如果他觉得有需要，他才会转介你去看其他的专科医生做专科的检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觉得你不需要，你就不能够去看那个专科，或者是做你想要做的检查。举个例子，曾经有位家人脑中风，出血型的，所以有血积在脑内。那这位家人听说中医可以用针灸的方式把积在脑内的血液引出来，但是他的主治医生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，他觉得针灸没有科学的根据说对脑出血有效。只要医生不建议，保险就不会给付这个项目。所以，如果这位家人想要用这一种治疗方式的话，他就必须要自费，不能够透过保险给付。HMO 就是透过主治医生的判断来控制住医疗费用，不让病人任意的浪费医疗资源。因此，HMO 的优点是它比其他的保险方案便宜，但相对的，它的坏处就是，当主治医生不认同你想要做的医疗行为，那保险就不会负担你想要的那项医疗行为。以我们的经验，除非你非常健康，每年都只需要做最基本的检查，否则 HMO 是很不方便的。Point of Service 类似 HMO 也是需要透过主治医生的转介才能够看到专科医生，但是它比 HMO 比较有弹性一点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要提到往内跟往外，也就是 in network 跟 out of network 的概念了。每个医疗保险方案都会跟一些医疗系统机构签合约，由这些医疗系统机构提供服务给投保人。有签合约的医疗机构就是 in network 了。POS 比 HMO 更有弹性，就是它允许你去用 out of network 的资源，只要你的主治医生觉得你需要某个名医的治疗，
即使这位名医不在你的 network 里面，他还是可以把你转介离开你的 network 去看那一个 out of network 的医生。所以 POS 会比 HMO 更有弹性一点。最有弹性的就是 PPO 了 ，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。PPO 的概念是由你自己把关你自己的医疗需求，不需要透过主治医生来判定。如果你想要看某个专科的医生，你可以自己去看，不需要透过主治医生的转介。看专科医生前还要透过主治医生，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浪费主治医生时间，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资源。所以 PPO 的概念是，只要你自己知道需要看什么样子的专科医生，那你就可以自己预约去看你要看的专科医生，不一定要透过你的主治医生的转介。这弹性的代价就是保费。PPO 通常都比 HMO 跟 POS 贵，给付上也会有 in-network 跟 out-of-network 的差别哦。我们来谈一下 in-network 跟 out-of-network 在费用上的影响。你的保险公司跟 in-network 的医疗机构有签合约，合约会注明每项医疗条款是多少钱的费用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医疗机构对某一个检查的收费是500元，但在他跟你的保险公司签的合约里面说这一个条款只收400元，那只要你是投保人，他就只能够收你400元。Out of network 的医疗机构跟保险公司是没有合约的，所以它不受合约的约束。这时候，如果他的收费是500，你的保险公司只付400，那差额的100就得由你来负担了。所以 in network 的费用都会比 out of network 的便宜。那你选保险的时候也要注意 in network 的医疗网有多大，越大的医疗网对你日后的选择跟费用就越有利。选保险时还有几个词你需要熟悉，就是 deductible、co-insurance、copay 跟 out-of-pocket maximum。deductible 是指你的保险开始给付前，你自己就先需要付出去的费用。如果你的 deductible 是2500，那每年你前2500的费用都得自己出。deductible 达到之后，你的 co-insurance 才开始 kick in。co-insurance 是指说你对你的医疗费用必须承担的百分比，最常见的是20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医疗费用是1000元，那保险帮你出800，你自己要付20%，也就是200。有的保险有比较低的 co-insurance，只有10%，但是低的 co-insurance 就会伴随着比较贵的保费。那 co-insurance 跟 co-pay 不一样哦，这两个词听起来很类似，但是其实它们是不一样的。co-insurance 是你需要负担的医疗费用的百分比，而 co-pay 是你去看医生或者是买药的时候，你需要负担的一个固定的额度。你去 office visit 看医生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一个固定额度的 co-pay， 比如说30块，有点类似挂号费。反正你每次去看医生，你就是要付他那么多钱。那 co-pay 呢，通常都不列入 deductible 哦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你的 deductible 了，每次去看医生，你都得付那一个 co-pay。唯一的例外是，如果你已经达到了 out-of-pocket maximum 了。out-of-pocket maximum 是指说你在1年内最高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。就是你只要保了这一个保险，那你这一年不管需要什么样子的医疗资源，你的花费都不会超过这一个最高额度，因为超过的部分，保险会100%帮你负担。假设你的 maximum 是5000，那不管你这一年累积下来的医疗费用是6000或是6万，你都只付5000。
在选保险的时候，通常你会有几个 plan 可以选，那这些差别就会在 co-insurance 的百分比，然后你的 deductible、copay 跟 out of pocket maximum 的额度了。我们曾经花很多精神去算哪一个 plan 会让我们在这一年的花费比较少。当然，我们得猜明年我们会有哪些医疗行为，然后再根据我们猜测会有的医疗行为去算说每一个 plan 会累积出多少花费，然后这样子来算说哪一个 plan 对我们比较有利。但是，除非你是很少看医生或很常看医生，对大部分的人而言，不管你选哪一个 plan，你每年支出的医疗花费都会差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保险公司有很厉害的精算师在帮他们精打细算，设计出这一些 plan，让它看起来好像有很多选择。这些 plan deductible 少，copay 少的话，你的 premium 保费就会很高。你要低的保费的话，一旦你有医疗行为，你就要付很多的钱去 meet 你的 deductible。我们有好几年都发现，deductible 终于快达到了，就已经年底了。新的一年一开始，deductible 又归零了。那时候我们才领悟到，哇，这些保险公司有聘非常厉害的精算师在帮他们设计这些保险方案。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是，不管选哪一个，会花出去的医疗花费都差不多，就是每个月付出的 premium 加上 deductible 加上 co-insurance 这些加起来，每个 plan 都差不多。对哪些人会有差嘞？如果你很健康，基本上只需要做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，那你选低保费的应该会比较省钱。但是如果你们家有人需要常看医生的话，那可能就值得花那个精力去算说你们明年会预期有哪些医疗行为，然后用各个 plan 去估计说每一个 plan 会累积出来的花费是多少，由此来选对你们财务上最有利的方案。了解了 plan 的种类与这些词之后，你对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系统就有一个架构式的了解了。美国的保险规范是由州政府在监控的，也就是说，每一州的保险法都不太一样，因此同一个保险公司在每一个州所提供的 plan 也有可能会不同，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你一个架构，而你得自己去了解你的保险细节了。公司里面最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些细节，然后回答你问题的人，就是 Human Resource HR 的人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 reach out to us， 我们会尽可能的协助你。如果你有关保险的故事可以分享，欢迎你留言，相信你的留言可以帮助新移民哦。请给我一个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这一个频道给所需要的人哦。拜拜。